小内八作为我家最大的狐獴，那可是起到了老大哥般的带头作用。哎，颜子没口径。比如他吃断奶粮，其他小的就跟他吃断奶粮；比如他会站着，其他小的就跟他站着。就他真的在教这些小的一些非常有用的生存技能。但是这坏的也教，你就比如他睡觉，都跟着我内八哥睡这个水盆里，甚至还睡便盆里。就比如他拉屎。那小的之前有学会在便盆里拉的，后来让他教的全在角落里随地大小便，甚至还有往墙上呼的。正好给你们讲一下狐獴的种群机制。狐獴的种群是由唯一的一个女王，至少一个的雌性保姆，以及至少一个的捕猎猎手啊、工兵啊，以及放哨。反正干杂活的全是公的。我先喂点奶，然后再分一下公母。就我内八哥智商这一块，我是比较佩服的啊。想出来喝奶，挠墙。哎，这个是公的，这个是母的，这个是尿尿了。我叫王小怪，结束了快乐的海钓之旅，回到家第一眼就发现狐獴连站都站不住，一看就缺乏运动，所以我特别给他们买了一个大号跑轮。本来想着狐獴可以跑这玩意儿解决运动量不足的问题，结果我没听，咕噜彪咕噜彪，恐龙扛啷扛啷扛，恐龙扛啷扛啷扛，恐龙扛啷扛啷扛。然后就成土拨鼠专属游乐场。好不容易有一个狐獴敢加入，又结果我没听，咕噜彪咕噜彪，恐龙扛啷扛啷扛，恐龙扛啷扛啷扛。然后狐獴就变成搁旁边推轮的了。食肉目的东西给啮齿类的东西伺候局儿，而且我发现那局儿没伺候明白，那土拨鼠还急眼了。瞅着啊，你要不等就绕后，瞄准，然后就开始挠。我不玩好，你们谁也别玩。跑轮是不行了，正好想起来家里还有一个猫爬架。来吧，这回我看你还怎么玩。我去，猫爬架。让一个耗子给玩明白了。不过好在狐獴玩的更明白，他们甚至解锁了猫爬架所有的正确玩法。就在我以为本期视频到这儿完美成功，然后我出去拿了根雪糕回来，就发现猫爬架变成了这副样子。这谁干的？不是，我打听一下，这个是你们一起同角度发力给推倒的，还是说这个猫爬架自己长腿发腿了？都这样式儿了还玩？有人要狐獴没？白给，还白送你豪华饲养设备一套。回家我给你磕俩头。你别跟着我。前几天他们不是把窝的线头子全给扯出来了吗？今天开始掏棉花了，而且还每天把水盆打翻3次。那打翻的时间段比我饭点都准。打翻了就在那玩，玩渴了就努个大眼珠子，饥渴难耐的看着我。水盆扶好了就喝，喝饱了以后接着打翻，接着玩，就整这么一堆非洲草原哈士奇在家，谁家能得难呢？不要了，谁要谁吱声啊！我现在这些玩意儿，我瞅他我都稀罕。咋这么可爱呢？那个水盆打翻不是你们的错啊，指定是水盆的问题。我再给你们做一个去。搞定。老公，你咋啥活都会呢？你太厉害了！无法替代那份最初的情怀。来吧，底座纯铁的，看看这回谁还走得动。狐獴这玩意儿好玩是好玩，就是有时候不咋爱干净。我家这母松鼠就特别爱干净，每次喝完奶以后都要擦嘴。公的松鼠更爱干净，每回喝完奶都拿母松鼠擦嘴。上期视频我家狐獴被鹦鹉吓得遁地逃窜，大家都觉得这个玩意儿就是个菜狗。今天我就要替狐獴争个面子。别看这玩意儿对人类挺友好的，但它是属于真兽亚纲的一员。你们就记住，在动物学分类里面，只要带真字的，那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就比如大鳄龟是真鳄龟属，科莫多巨蜥是真巨蜥亚属，王小怪是真英俊。总之，狐獴在食物链里那是比较强的存在，可能就是单纯的怕鸟。在野外，人家是可以吃蜥蜴和蛇的。这不巧了吗？正好我家养的蜥蜴，咱们拿来试试。让我看看，今天拿什么颜色的蜥蜴去做实验呢？就你了，白色大香肠。
让我们见识一下黑眼圈、尖脸萌跟白色四角大香肠能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。其实这纯白四角大肉肠比那黄色呆毛小鹦鹉大很多，但是胡猛就是不怕它，甚至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好奇心。我不敢试了，我怕它咬我这纯白肉肠子。有个好玩的，拿玩具蛇做实验吧。真蛇，我怕你们看着那一瞬间撇出手机的速度都能超越光速。也不知道它是真的不怕蛇，还是真的不怕玩具蛇。要不得先拿真蛇试试。这会儿我家有。我家胡猛最近又开始玩活了。胡猛的天性是选定一个角落，然后集体在那儿拉后头。之前是在这个角落，因为离门近的关系，铲屎真的超级方便。然后我就在那儿摆了个猫砂盆，这样铲屎不是更方便吗？然后他们就把定点拉屎的地方换到了那个角落，并且原来的角落被他们用来当做卧室。就这场景让猫看着了以后，每次上厕所我估计都得扇自己俩大嘴巴才能解气。2天后，他们又把卫生间安排在了另一个角落，结果每次我都得走进去铲屎。你等我铲完的啊，高低给你们拉粑粑这个点给你们逼回来。我每天可以说是愿闻其详、静观其变的给他们服务，结果他们呢，回回铲屎咬我脚趾头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啥时候跑出来一个？真的就现在，此时此刻得是 moment。有没有谁要胡蒙不怕埋汰的？你过来，你给他抓着，你直接拿走。送你了。我刚才跪地下一个点我没整出来他。我当时背着我媳妇藏私房钱，我也才跪半个点啊。上个召唤兽，再跪一会儿，我半月板都得离家出走。胡猛作为群居类动物，它一定有找同伴的习惯，所以我用另一只胡猛把它勾出来，然后再使用单身50年的手速，就抓走拉来吧你样，接进来吧，来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新到的胡猛有多招人烦。就往你身上呼啊，那热的呼，软吧唧囊，毛的呼的，那个小肉垫就踩你，那个小舌头就舔你，一点边界感都没有啊！我真后悔养这玩意儿了，太烦人了，哎呀，好难受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更让人接受不了的。他们现在没断奶，我得每天给他们冲奶粉喝啊，这都无所谓，举手之劳嘛。重点是他们喝那个羊奶粉膻的糊的，我喝不惯那个味儿。就他吃那个玩意儿跟你就不对口，你说这完以后你们怎么能玩到一块去？要光是品味不同也就算了，他还干涉我正常饮食。下午就搁这一顿扒拉这个食盆子，我就为了等他周翻食盆子那一瞬间好好嘲笑他一下，我等了3点他都没周翻，导致我错过了吃饭的时间。现在喝的胃疼。最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玩意儿完全不在意自己形象，那得瓶奶吨就是喝。你们瞅现在这肚喝的。我告诉他多少遍了，羊奶那玩意儿胖人不能老喝，他就是不信。就这么一种除了可爱之外一无是处的动物，我再也不养了，这玩意儿太烦人了。我叫王小怪，养2只蝎子粑粑独一份的鼠，一只人工奶大到了断奶龄却不断奶的袋鼠钢镚，一只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跟胡蒙混养的土拨鼠板牙。2个不同类的鼠子辈动物居然在同一时间给我气崩溃了。首先是钢镚，每天定时喂4遍奶，试过多种方式依旧不断奶。听动物园的一个前辈说，小袋鼠断奶喜欢吃仙草，零下10多度的天，我上哪给它整仙草去？于是我就买了草籽自己种，这个就是号称食草类动物最爱吃的提莫西草，也就是狗尾巴草。然后我买了40斤蚯蚓肥土，种了2000个草籽下去，每天浇水1个月之后就发2个芽，还都死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我连狗尾巴草都养不活。看来钢镚是断奶无望了。钢镚这边其实还好，只是不断奶而已。但是土拨鼠那边有可能会造成胡蒙断子绝孙，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！最近我观察土拨鼠和胡蒙，发现以下反常行为：第一，胡蒙站岗他睡觉；第二，胡蒙睡觉必须围着他睡；第三，食物必须他先吃，胡蒙敢抢上去就咬。综上所述，我现在心里有一个可怕的猜测：胡蒙是社会等级制度非常明确的母系群居类动物，组成结构由一个强壮的雌性作为女王统治，只有1只雄性拥有繁育权，其他的雄性和雌性都是保姆、保镖和哨兵。我观察我家这个种群没有明显出现女王行为的胡蒙，而土拨鼠偏偏是个母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应该是认这个土拨鼠为女王了。但问题是，整个种群只有女王有繁育权呐。现在情况就是想繁育，要么他们打破这个生殖隔离，搞个土拨蒙出来，要么就断子绝孙。我真的好累。时代不行别繁殖了，到时候繁殖出来的崽子又像这个袋鼠似的，到年龄不断奶。我是当完月嫂我还得当奶妈？吃草了？这不断奶了吗？看见钢镚成全，再见了奶粉，再见了奶瓶，再见了1天喂4遍奶的生活。
小袋鼠从第一次吃草算起来得大半年才能完全断奶呢，嗯，我就这命了。